注意看这辆黑色的跑车，它才刚刚出高速进入市区，就给了直升机一个下马威。轻车熟路的它，只是简单的2个转弯，便让天上的3架直升机全都失去视野。没想到这老哥的实力竟如此恐怖，但他能否就此消失不见呢？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洛圣都的直升机盯上了一辆在高速上用200公里时速行驶的跑车，不仅速度快，姿态还挺帅。在向地面部队了解的情况后得知，这位老哥因为向阿瑟展示了拳脚功夫而被通缉，走投无路时便随手摸走了一辆路边的野生汽车，这下让爱看热闹的直升机立刻兴奋了起来。老哥一度把车速踩到了220公里，快到路上的车辆如同在倒退一般，果真不是自己的车，踩起来是一点都不心疼。这个速度就连提前守在路上的阿瑟也望尘莫及，面对前方的 NPC 一波丝滑的超车，叫人看得心惊胆战的同时，也顺手甩掉了2位阿瑟。直升机也没想到这老哥的实力竟如此强悍，正好来看一下这老哥的战力表。好，不愧是人杰地灵的洛圣都，这又是一位6星大佬，这战力也是让天上的直升机压力倍增。没少吃亏的他，不仅呼叫了更多的地面部队前来支援，还喊来了另一架直升机进行协助，加上警用直升机，现在老哥头顶一共有3架直升机，这个阵容可谓是相当豪华。一旦地面部队就位，只怕老哥是插翅也难飞。或许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老哥丝毫不敢放慢车速，时速始终保持在200公里以上，怕的就是身后的阿瑟跟上来。如果能在地面部队到达之前先行到达市区，那么容错率和可操作的空间将会大得多。可以看到，面对岔路时，老哥没有丝毫犹豫，这个目标就已经非常明确了。老哥剑指洛圣都市中心。现在我们去另一架更清楚的直升机上观看。从特写镜头可以看出来，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捷豹 F-Type， 这款车最高搭载 5.0T V8 机械增压发动机，最大马力575，100公里加速仅需3.7秒。哪怕是面对局长的地狱猫也可以硬刚，这也难怪这么长时间都没见道奇充电器跟上来，反倒是老哥率先到达了市区。这才刚进入市区，老哥便给直升机来了一个下马威，一栋100米高楼将老哥遮得严严实实，而此时老哥还故意放慢了车速，这样可以延长消失的时间，这极其考验直升机的心态，一不小心走神就会彻底跟丢。但可别忘了，这样的直升机天上有3架。我们切回到另一位队友的视角，虽然同样被建筑挡住了一会儿视线，但2架直升机的角度是交叉在飞，所以很快便再次发现了老哥的踪迹。不仅如此，因为第3架直升机是警用直升机，所以可以比这2架直升机以更低的高度进行跟踪，这多个角度的配合让老哥无处可藏。那么经常玩这款游戏的朋友就要说，这题他会了，找个地下室把车一停，3架直升机全都封闭。这招虽然可行，但是有个前提在先，必须是阿瑟没有见过老哥，不知道是谁开车才行。在往期的节目当中，我们都能看到，如果一旦老哥进入了停车场，1分钟之内必定有阿瑟将这栋建筑围得严严实实，然后逐一进行排查。节目开头我们有说过，这位老哥的模样早已被阿瑟知晓，所以找个地下停车场这种方法风险系数还是非常之高。所以在市区绕了一圈之后，老哥放弃了这个计划，选择再次回到高速。再次回到高速的老哥状态依旧，尽管此时的车流比起刚才明显要多了不少，但以老哥的车技来说，这些车的出现只是用来给他增加驾驶乐趣的，并不会提高什么难度。再说了，这条110号高速上有6个车道，像现在这样被挡了3个，老哥也能轻松完成超车。只是像这般跑法虽说很爽，但在高架上却是根本摆脱不掉直升机。从路上的指示牌来看，此时老哥所行驶的方向正在远离市区，不知面对3架直升机，老哥如何打算？而就在这时，面对越来越多的 NPC， 老哥开始操作了起来，走不走的调不说，随手一摸就摸到这么好的车，那不得好好开爽。随着天色渐渐暗下来，路上的 NPC 都已经打开了车灯，此时反倒是没有开灯，一身黑的老哥显得更加显眼，至少要等到彻底天黑，这个颜色才有优势。等等，难道这老哥是准备等到夜幕彻底降临，然后化身为黑夜战神摆脱直升机？可是洛杉矶夏天的日落时间和咱们这边差不多，至少要等到8点左右才会彻底看不见。而经常开车的小伙伴都知道，这个时间段是一天之中开车最难受的时刻，光线油亮变暗，就算开了路灯，眼睛一时间也很难适应。如果按照这个跑法，就算老哥能坚持，油箱里的油也不一定能坚持到。
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激烈驾驶，老哥依旧保持着最佳状态，看来是在一边开车一边听这首战歌。不过听音乐怎么少得了布朗猴主动降噪 AI 蓝牙耳机，HiFi音质配 5.4 版本蓝牙，带上纵享视听丝滑，升级新一代主动降噪，不堵耳朵也省心，沉浸式体验拉满，更有 AI 功能人人夸，翻译录音两手抓，化身 DeepSeek 小助手，难题表达，如此全能，市面上张口4位数往上加，布朗猴不到一半就能带回家，日常信号稳当当，音画同步超顺畅，高中低音够清亮，一键切换降噪档，通话娱乐如在场，连上专属 APP， 还有多样 AI 功能任选，既能为 DeepSeek 生图像，还能助理工作生活顺畅，配上耳机体验更妙，看原声剧实时翻译，剧情明了，与外国人对话自信挺直腰，双设备连接有保障，且充电快，续航长，出差旅游随身装，耳机丢了不用慌，一键定位准能帮，评论领券福利足，保价还带运费险，1年坏了免费换，自用送礼都划算。面对越来越多的 NPC， 只是第一时间便能找出最佳的超车线路，并且丝滑的完成超车，正是有着这样的驾驶技术，才能让身后的阿 Sir 到现在都没能跟上来。而此时从老哥缓缓向右变道的行动路线来看，他有可能是准备下高速了。看来身为6星大佬，老哥心里早已有了消星的计划。果不其然，老哥放慢了车速，连续靠边，这个时机确实不错，没有地面部队，加上此时老哥也早已远离了室内，感受不到威胁的直升机也卸下了防备，现在只需要通知附近的阿 Sir 赶紧就位，想必就能轻松将老哥给击溃。然而老哥所经过的路牌让我觉得十分眼熟，16号出口的曼彻斯特大道，这里不正是前几天红色凯迪拉克消星的地方吗？好家伙，合着在洛圣都，大家用的都是同一套攻略在刷经验。来了，还是这同一座桥底，近100米的宽度，外加公交和地铁双线路。相比较市区的地下停车场，这里复杂的环境确实更符合老哥的需求。直升机等了许久也没能看到老哥的出现，他更担心老哥会调转车头，用一个回马枪掉头开溜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一辆车正缓缓地开出来。而另一架直升机注意到了这一点，我们切换一下镜头，通过特写镜头来看，这正是老哥刚才所驾驶的捷豹。不过车门大开，此时正在自动驾驶，直升机立刻放大镜头查看附近有没有其他的可疑车辆。等他回过头来时，发现这辆自动驾驶的捷豹已经和前方的面包车来了一个贴贴，然而面包车对此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，可能只是觉得自己的刹车今天有些刹不住。等到绿灯亮起时，他头也不回的潇洒离去，搞不好也是有任务在身。没有了面包车阻碍，这辆捷豹再次开启了自动驾驶。好家伙，老哥玩够了，车还没玩够。直升机拉远镜头，此刻他最希望的就是地面部队赶紧到现场。然而3架直升机在天上盘旋，对老哥这辆车是看得见摸不着，更是不知道老哥究竟有没有逃。而由于自动驾驶不够智能，此刻这条车道上已经堵起了长龙。不明就里的 NPC 以为今天的堵车比平时来的更早一些，纷纷跟在身后排起了队，真的是印证了那一句你永远都不知道前方为什么堵车。这辆车向前整整行驶了2分钟后，终于有阿 Sir 赶到了现场。堵在最后面的他们也在乖乖排队，似乎并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。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这辆车的身上，还有谁关心老哥在哪儿？而由于无人驾驶，这辆车也仿佛有了绝对的路权，路人看了全都乖乖让行，行注目礼，目送他缓缓离去。阿 Sir 也终于赶了过来，他快速的将车停到前方，看样子是已经了解了情况，准备上前去取消这辆车的自动驾驶。眼看这辆车再往前就要撞到电线杆，阿 Sir 飞奔向前，想要将损失降到最低，但虽然拉开了车门，也终究是慢了一拍。看着这么帅的一辆车，还是撞上了电线杆，千言万语也只能汇成一句话。看完热闹的直升机，再回过头来想起了老哥，此时只怕是坐地铁都已经到家了。现在回头来看整期节目，只怕老哥是早就已经有了计划。这辆车的造型实在过于显眼，而他的目标是消星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打算将车开走，最后反而用这辆车去分散直升机的注意力。至于老哥究竟是从公交、地铁、走路，还是队友接应，到底是什么方式逃掉的，无从得知。而连续几位老哥从这座桥底消失，想必往后洛圣都的阿 Sir 也会对这里进行重点关照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在此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游戏画面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